青兰镇的秋阳晒得演武场石砖发烫，16岁的苏晨蜷缩在青石板上，喉间腥甜混着尘土味。敌兄苏明轩的绣纹皂靴正碾在他断裂的胸骨上，靴跟碾碎最后一根肋骨的瞬间，他听见自己左臂传来咔嚓轻响，是方才躲避时撑在地上折断的耻骨。废物也配摸试炼令牌。苏明轩甩了甩长剑上的血珠，剑尖垂落处，苏晨胸前的月白长衫已被血浸透。母亲咽气前抓着我的手哭了整夜，说你是他身上掉的肉。少年眼中闪过嫌恶，靴底骤然失利。可父亲说的对，苏家的灵田养不起吃白饭的杂碎。围观的族人们交头接耳，三堂哥苏明远抱着胳膊靠在廊柱上冷笑，听说他娘昨晚又在祠堂跪了半宿，求家主留他一条命呢。丹田都碎成筛子了，留着也是给苏家丢脸。有人低声附和，石桌上摆放的12道试炼关卡令牌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映得苏晨眼前发虚。剑尖划破颈侧皮肤的刹那，苏晨突然听见脑海中叮的一声轻响，半透明的光屏像水墨般在视网膜上晕开，中央猩红的倒计时正从 0.03 分开始跳动，机械音带着金属质感在颅腔内炸响，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低于 15%， 因果掠夺功能强制启动，目标锁定苏明轩，天灵根资质完美级，苏家嫡子气运因果链强度 78%， 烈阳诀第3层熟练度 62%。苏明轩的剑尖突然抖了一下，他看见弟弟原本涣散的瞳孔中骤然腾起金芒，像被烈日点燃的碎玻璃，刺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下一刻，剧痛从丹田炸开，仿佛有无数细小的根须正顺着灵脉啃噬他的灵根，方才还充盈的火属性能量如退潮般迅速流失，鬓角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白霜。你做了什么？苏明轩踉跄后退，长剑当啷落地。苏晨撑着地面的手掌深深抠进石缝，指节因用力泛白，喉间溢出的血泡混着笑声。哥哥不是要我死吗？他抬头时，金芒已敛入眼底，只剩眼尾猩红如气血。可母亲说过，人活一口气，就算是蝼蚁也得咬断踩过来的脚趾头。胸腔里炸开的暖流正修补破碎的经脉。苏晨看见苏明轩的动作突然变得迟缓，在他眼中，对方挥剑的轨迹上竟浮现出17个淡金色节点，每个节点旁都浮动着细小的文字：山中穴破绽，手腕经脉走向，下盘重心偏移 0.7 寸。这是系统赋予的推演眼，此刻正像拆骨刀般解析着对手的每一处弱点。明轩，远处传来家主苏震天的怒喝。苏晨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指尖掐出从旁听来的烈阳诀起手式，虽然丹田破损无法聚灵，但此刻他分明能感受到属于苏明轩的火属性能量正顺着某种无形的锁链涌入自己体内。当苏震天的身影跨过演武场门槛时，看见的是次子苏晨单膝跪地，指尖萦绕着微弱的赤红火光，而长子苏明轩瘫坐在舞步外，面色苍白如纸，满头青丝竟白了大半。父亲苏明轩颤抖着伸手，喉间溢出的血沫里混着几片细小的冰晶，那是本该属于苏晨的丹田破碎后残留的冰属性杂灵根气息。苏晨低头盯着掌心跳动的火苗，听见系统机械音再次响起，因果掠夺完成，获得天灵根适配度 43%， 苏家嫡子气运碎片可兑换时因果值，烈阳诀熟练度 27%。 视网膜上的光屏渐渐淡去，最后定格成半透明的属性面板，在他汗湿的额角投下淡淡蓝光。演武场的风掀起他破碎的衣袖，露出腕间3道浅红印记，那是方才苏明轩挥剑时留下的血痕，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苏晨忽然想起母亲昨夜在柴房偷偷塞给他的玉佩，冰凉的玉坠贴着心口，上面刻着的逆字正在发烫。脱下去，苏震天的声音像淬了冰，废人不配留在演武场。2名仆役上前架住苏晨胳膊时，他忽然抬头望向石阶上的父亲，唇角还沾着血，却笑得格外刺眼。父亲可还记得3年前在祠堂您说过要带母亲去苍河郡看雪？苏震天的瞳孔骤然收缩，而他已被拖出演武场，身后传来苏明轩的尖叫：我的灵根，我的灵根怎么感觉不到火灵气了？暮色漫过青兰镇时，苏晨趴在柴房的稻草堆上，盯着掌心跳动的赤红火光。系统界面再次浮现，这次中央多了个旋转的罗盘，
指针正缓缓指向西北方，那里是青州第一仙门紫阳宗的方向。宿主生命体征恢复至65%，机械音突然变得低沉，警告：本次因果掠夺未完全剥离目标因果链，24小时内将触发天道反噬，建议尽快离开苏家。窗外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声，苏晨摸了摸胸前愈合的伤口，指尖划过系统界面的因果值，目前显示为0-100。他知道下一次掠夺必须换母亲和自己一个真正的活路。柴房的破窗漏进半轮残月，苏晨蜷在稻草堆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万间愈合的剑伤。方才在演武场激活的系统界面此刻悬浮在视网膜前，淡蓝色的光影在睫毛上跳动，像进了水的萤火。因果值0-100。他无声念着界面上的文字，掌心虚虚一握，那些漂浮的字符便像被风吹散的沙般晃动，改变他人命运就能获取。所以今天在演武场抢了苏明轩的灵根，就算是改变他的命运。推演日志里，烈阳诀的功法图正以3维立体的方式旋转，红色的火属性能量流动路径上，几处橙黄色的光斑格外刺眼，系统标注为火毒淤积点。当他试着用意识触碰建议改良的文字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乙木灵气缠绕火焰的画面，像是春芽顶开冻土般清晰。注入乙木灵气中和火毒，成功率82%。苏晨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忽然想起父亲书房里那本被翻烂的灵根杂论，里面说杂灵根修士若强行修炼单一属性功法，不出3年便会经脉寸断。可现在他分明能感觉到丹田处有2股微弱的气流在游走，一股是从苏明轩那里掠夺来的赤红火灵，另一股是自己本就残缺的青乙木灵，此刻竟像被无形的线牵着，慢慢拧成了麻花状。窗外传来更夫敲梆的声音，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苏晨猛地抬头，系统界面右下角的天道残图正泛着微光，青蓝阵的轮廓像水墨画般铺展开，母亲所在的厢房被标成一个猩红的圆点，仿佛在发烫。他蹑手蹑脚地爬起来，稻草摩擦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柴房的木门轴在推开时吱呀响了一声，他浑身肌肉瞬间绷紧，侧耳听了听主院方向，只有母亲房里的油灯还亮着，昏黄的光晕透过雕花窗纸映出晃动的人影。靠近厢房时，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混着草药味扑面而来。苏晨的指尖刚碰到窗纸，里面突然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紧接着是母亲压抑的干呕声。他再也顾不上隐蔽，推门冲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一滞。母亲半跪在浴桶旁，月白色中衣浸满了血水，裸露的手臂和脖颈上缠着细密的血色皱纹，像活物般在皮肤上蠕动。浴桶里的水呈暗褐色，飘着几片指甲盖大小的碎肉，显然是从他身上剜下来的。他正用颤抖的手往袖口塞止血的布条，看见苏晨闯进来，苍白的脸上闪过惊慌。小陈，你怎么？娘！苏晨扑过去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触到他手腕时，发现那里的皮肤薄得几乎能看见下面的血管，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竟泛着不正常的青灰色。这是血灵隐，对不对？3年前你说去苍河郡治病，根本是骗我的。母亲想把手臂抽回去，却没力气，只能任由苏晨掀开他的袖口。小臂内侧3道深可见骨的刀伤横在那里，伤口周围的皮肤翻卷着，却没有血流出，因为所有的精血都通过那些血色皱纹源源不断地输入苏晨体内。别听外面乱传，母亲勉强笑了笑，指尖想去摸他的脸，却在看见他胸前未愈的伤口时落下泪来。是娘没用，当年没能护住你的丹田，现在只能用这点法子帮你多续几年命。苏晨盯着那些在母亲皮肤上游走的血色皱纹，系统界面突然自动弹出解析：尽数血灵影，等级天阶下，效果以施术者精血为媒，强行稳固目标，受损经脉。副作用：每施展1次，施术者寿元减少3年，灵根等级下降1阶。他突然想起3个月前母亲还能帮他缝补衣服，现在却连端起茶盏的力气都没有。想起上个月他偷偷塞给自己的补气丹，其实是用自己的指甲磨成粉掺在里面。想起今天在演武场，苏明轩说母亲在祠堂跪了半宿，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用命换他的命。别说了。苏晨别过脸，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生怕自己会哭出来。他看见系统界面的天道残图上
母亲所在的红点周围正蔓延出蛛网状的血色丝线，每一根都连着她的位置。我会带您离开这里，去紫阳宗，去最好的医馆，不管是用因果值还是抢功法，我一定能治好您。傻孩子，母亲突然剧烈咳嗽起来，血水溅在苏晨的衣襟上。修仙界哪有什么最好的医馆，有的只是弱肉强食。你父亲他当年也是有灵根的，只是为了苏家的传承，才把机会让给了明轩。苏晨猛地抬头，发现母亲的眼神变得迷离，像是在回忆很久远的事。你小时候总爱趴在祠堂的窗台上看你父亲练剑，那时他的剑穗还是青的，不像现在全被苏家的规矩染成了黑的。系统界面突然闪烁红光，机械音在脑海中响起，警告：施术者生命体征异常，血灵隐即将失控，建议立即终止因果链接。苏晨这才惊觉母亲的体温正在变凉，那些血色皱纹开始反向钻入他的经脉，像蛇一样啃噬着他的灵根。他咬着牙站起身，从怀里掏出白天在演武场捡到的试炼令牌，那是苏明轩掉落的，上面还刻着苏家的族纹。系统界面的因果值突然跳动了一下，从0变成了5，检测到宿主主动接触关键因果道具，获得5因果值。娘，您先睡会儿。苏晨把母亲抱到床上，替她盖好被子，指尖划过她苍老的面容，突然发现她鬓角竟有了白发。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走，不管是爬还是滚，我都会带你去青州。离开厢房时，他回头望了一眼，月光穿过窗棂，照在母亲腕间的玉镯上，那是他从未见过的款式，镯面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仔细辨认，竟像是某种阵法图。系统界面的天道残图上，那个猩红的圆点突然亮了一下，旁边浮现出一行小字：因果锚点，苏母，绑定度97%。柴房的稻草堆里，苏晨再次召唤出系统界面，因果值显示15-100。刚才在厢房里，他默默拿走了母亲藏在枕头下的玉佩，那是他嫁入苏家时唯一的嫁妆，此刻正在他掌心发烫。推演烈阳诀改良版，消耗10因果值。他在心里默念，系统界面立刻浮现出功法运转的 3D 模型，赤红火灵中开始缠绕青蚁木灵，像炭火中生出的嫩芽，成功率82%，就算只有2成失败率也要试。窗外更夫敲过子时的梆子，苏晨盘膝坐下，按照推演后的路线运转灵气。当第一缕火灵混着木灵涌入丹田时，他听见体内传来咔嗒一声轻响，像是某扇生锈的门被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透出的光照亮了他从未见过的属于自己的路。3日后，苏家正厅的铜香炉飘着冷檀香，苏晨盯着父亲案头那叠烫金账册，指尖在袖中掐出月牙痕。自演武场一事过后，这是他第一次被召见，母亲已经卧病2日，连喝口水都要靠他用汤匙喂。啪的一声，黄纸信封被拍在檀木桌上，封角印着铁刀会的绣刀纹章。苏震天穿着簇新的玄色族服，眉峰压得极低。苍河郡的外门弟子名额，明日卯时3刻出发。他甚至没抬眼，指尖敲了敲账册，杂役队会给你备2匹烈马，够你到郡城。苏晨跪在青砖上，膝盖硌得生疼。阳光从雕花窗格漏进来，在他破损的袖口上投下碎金般的光斑。父亲恳请让母亲与我同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却死死盯着父亲腰间的玉佩，那是苏家历代家主的信物，曾经母亲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苏震天终于抬眼，目光扫过他胸前未愈的剑伤。你母亲是苏家的人，他的声音像冻住的铁水，况且他身子弱，跟你去吃风喝沙。案头的青铜笔架突然当啷倒地，惊飞了梁上栖息的麻雀。别让我再说第2遍。正厅外突然传来慌乱的脚步声，雕花木门砰的被撞开，苏明轩踉跄着冲进来，面色清白如纸，七窍渗出细细的血线，胸前衣襟被冷汗浸透，露出下面若隐若现的黑色皱纹，那是灵根枯萎的征兆。爹救我！他扑到苏震天膝前，指尖抓住父亲的衣袖，却在碰到的瞬间像被烫到般缩回手。我的灵火在结冰，丹田像是被塞进了碎冰渣子。苏震天愣住了，他颤抖着按住儿子的手腕，神识探入丹田的刹那，瞳孔骤缩如针，本该旺盛如火的天灵根，此刻竟像被霜打蔫的枯草，根部还缠着几缕青灰色的杂灵气息，正是苏晨体内本该破碎的木灵根。你对明轩做了什么？苏震天猛地站起来，腰间玉佩咣当砸在桌沿，震得砚台里的木枝四溅，是不是用了禁术？苏家祖训系统界面突然在苏晨视网膜上炸开红光，
机械音像生锈的齿轮般吱嘎作响，警告：因果链残留度32%，天道反噬倒计时0点10分。他感觉鼻腔一热，鲜血顺着下巴滴在青砖上，意识却异常清晰。那些在演武场解析过的烈阳诀手印，此刻自动浮现在脑海中。父亲要个答案。苏晨舔了舔唇角的血，指尖突然掐出改良后的手印，赤红火灵混着青蚁木灵在掌心炸开，两种灵气本该互相排斥，此刻却像被揉进了同一团泥。那便如您所愿。两道灵气如双刃剑般劈向庭院中的石狮子，轰的一声，百年石狮从中裂开，断口处还冒着青烟和木枝燃烧的焦香。苏晨看着自己的掌心，那里正流转着青红交织的灵光，丹田处本该破碎的壁垒，此刻竟像被补了层琉璃，透亮的能看见两股灵气在里面游鱼般穿梭。全场寂静，苏明远的抽泣声从廊柱后传来，某个旁支子弟的茶盏啪嗒摔在地上。苏震天盯着他的掌心，喉结滚动，砸灵根，可砸灵根根本无法聚灵，你怎么可能？系统界面的红光渐渐褪去，机械音再次响起，反噬解除，消耗因果值20点，当前余额100%。苏晨擦去鼻血，发现指尖的灵光竟比刚才明亮了几分，原来天道反噬时的痛苦反而让他对灵气的掌控更精进了。3日前在演武场，您说苏家不需要废物。他慢慢站起身，膝盖因酒跪而发麻，却硬是挺直了几倍。今日之后，我与苏家再无因果。说着，他转身走向正厅外的厢房，母亲已经收拾好包袱，正扶着门框等他，鬓角的白发比昨日又多了几根。苏晨蹲下身，将母亲打横抱起，她轻得像片羽毛，胳膊上的血色皱纹又深了几分。小陈母亲想挣扎，却听见正厅内传来苏明轩的惨叫：爹，我的灵根没了，我感觉不到火灵气了。苏震天的怒吼混着瓷器碎裂声传来：给我追上他，把禁术功法抢回来。秋风吹过庭院，卷起满地落叶。苏晨抱着母亲跨过门槛时，忽然听见系统界面叮的一声，检测到宿主主动切断家族因果链，获得因果值30点，当前余额100%35%。他低头看着母亲憔悴的脸，突然觉得胸口发烫，这是他第一次靠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掠夺，获得了因果值。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苏明远带着几个护院冲出院门。苏晨深吸一口气，掌心的青红灵气再次凝聚，这次他不用再藏着掖着了。当第一个护院的刀劈来时，他轻轻侧身，指尖划过对方手腕的麻筋，火灵顺势钻入对方丹田。抱歉了，三堂哥，这因果就当是换我娘这10年的眼泪吧。暮色漫过青兰镇时，苏晨背着母亲走在官道上，肩上的包袱里装着半块从祠堂偷来的灵玉。系统界面的天道残图上，青兰镇的红点正在快速缩小，而西北方的青州方向隐约浮现出云雾缭绕的山脉轮廓，那是紫阳宗的所在，也是他和母亲唯一的活路。苍河郡的秋雨像破了底的水盆，劈头盖脸砸在官道上。苏晨背着母亲在泥泞里狂奔，草鞋早被坚石划破，脚底火辣辣的疼。母亲伏在他肩头咳嗽，滚烫的呼吸喷在他后颈，混着雨水在衣领上印出深色的印子。砰身后传来利剑擦过耳畔的破风声，钉在路边槐树的箭头泛着幽蓝光芒。苏晨猛地拐进芦苇荡，苇叶割过脸颊的刺痛让他清醒。3天前在苏家演武场暴露的青红灵气，终究还是引来了杀身之祸。小友，跑这么快做什么？沙哑的笑声从左侧传来，3道黑袍人影如夜鸦般落在前方土坡，领头者指尖转着枚锈迹斑斑的铁刀令牌。铁刀会办事，向来讲究斩草除根。系统界面突然在视网膜上铺开，猩红色的任务弹窗几乎要灼穿眼球。因果任务：击杀追击者，获得30因果值，失败惩罚，宿主母亲寿元3年。苏晨咬了咬牙，推眼眼自动扫过3人，弱点标注像走马灯般在视野里闪烁。左手者腰间缠着金丝软鞭，丹田处有剑伤旧疤，吸气时左胸会比右胸少起伏半寸。中路者握刀的右手虎口有老茧，见招起手试试，逆浪3斩，第4斩收刀时手腕会外翻15度。右手者袖口绣着半片血色枫叶，腰间玉佩刻着扭曲的煞字，系统标注血煞殿外门弟子标识，擅长阴尸术，他们不是铁刀会的。苏晨突然顿悟，铁刀会的令牌他见过，边角阴刻着河狸纹，而这3人的令牌分明是后仿的。血煞殿的杂碎拿苏家当枪使。话音未落，右手者突然挥手，路边乱葬岗的坟包土堆开始蠕动，青紫色的手臂从浮土中钻出，眼窝空洞的行尸发出咯咯的吼响。苏晨后背绷紧，母亲的咳嗽声突然变得急促，他虚弱的指尖戳了戳他的腰，
西南角有老槐树，树洞能藏人。娘，抓紧我！苏晨猛地转身，冲向乱葬岗深处，脚下的积水溅起半人高。系统界面的因果值正在疯狂跳动，他咬牙默念：消耗时因果值，推演以木困仙阵改良版。视网膜上浮现出阵法模型，3棵腐朽的老槐树为阵眼，注入木灵气息后，可操控范围内死尸。苏晨掠过第一棵槐树时，指尖划过树皮，青蓝灵气顺着掌纹渗入树心，腐朽的树干突然泛起微光，枝桠如活物般扭曲伸展。追！别让那小子跑了！中路者挥刀劈来，刀锋带起的泥点砸在苏晨后颈，他抱着母亲猛地扑倒，滚进满是腐叶的土沟，借机将第2道木灵打入第2棵槐树。当第3道灵气注入第3棵树时，整个乱葬岗突然响起木头开裂的咔吧声，轰！3棵老槐树同时爆发出青芒，树根处的行尸突然挺直身躯，眼窝中燃起幽绿鬼火。右手者的笑声戛然而止，这是紫阳宗的以木困仙阵，你竟敢偷学我正道功法！苏晨没空搭理他，趁着追兵被行尸缠住，迅速找到母亲说的老槐树。树洞很深，带着潮湿的木香，他小心地把母亲塞进去，解下身上的包袱垫在他膝头，别出声，我很快回来。母亲抓住他的手腕，掌心的温度比秋雨还凉。小陈，他们有3人，娘，您忘了我在演武场劈开的石狮子吗？苏晨扯出半个笑容，指尖摸向怀里的烈阳符，那是从苏明轩腰间顺来的，此刻还带着淡淡的火灵气息，等着看儿子怎么砍了这些砸碎的脑袋。转身时，第3波行尸已经被血煞殿修士砍碎，右手者正举着古幡指向他的方向。苏晨深吸一口气，青红灵气在掌心汇聚，推眼眼清晰地捕捉到对方古幡上的12处阵眼，其中第7处正是连接行尸的命门。看招！他甩出烈阳符的瞬间，故意露出左肋破绽。中路者果然中计，刀光劈向他心口，却在即将触及时，苏晨突然拧身，指尖划过对方手腕麻筋，你的第4斩破绽在这儿。火灵顺着伤口钻入对方丹田，中路者惨叫着倒地，丹田处腾起青色火苗。左手者的软鞭已经缠上苏晨脚踝，他借力腾空，脚尖点向对方丹田就疤。你这儿10年前被剑刺穿对吧？鲜血从左手者嘴角溢出，他难以置信地望着苏晨，你怎么知道？话未说完，苏晨已经落在右手者面前，烈阳符的火光映着他染血的侧脸，像从尸山火海里爬出来的修罗。血煞殿的狗，他指尖按在对方古幡的第7处阵眼，青蓝灵气如毒蛇般钻进去，回去告诉你们店主，动我娘的因果，我苏晨必斩你满门。古幡砰地炸开，右手者被反噬的阴湿气掀飞，摔在行尸堆里。苏晨弯腰捡起对方的血煞玉佩，系统界面叮的一声，因果任务完成，获得30因果值，当前余额155%。他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和血，望向老槐树的方向，母亲正从树洞里探出半张脸，眼里映着跳动的火光。秋雨还在下，乱葬岗的行尸渐渐倒回坟堆。苏晨背起母亲继续赶路，草鞋下的泥泞里倒映着他挺直的脊背和怀中母亲逐渐舒展的眉头。系统界面的天道残图上，苍河郡的轮廓正在雨中变得清晰，而某个红点属于血煞殿的标记正从东南方快速靠近。青州的秋雨停了，紫阳宗的青鸾峰在云雾里若隐若现，像悬在天上的碧玉簪。苏晨背着母亲站在山脚下，掌心攥着那封早已被雨水泡软的铁刀会推荐信，指尖碾过封口时，伪造的朱砂印泥簌簌掉落，果然是苏家洞的手脚，真正的外门考核令牌应该刻着紫阳宗特有的云纹暗记。杂役都排左边，山门前的石阶上，灰袍执事甩着拂尘呵斥，考核早过了3日，再磨磨蹭蹭的，连扫茅房的活儿都没你们的。苏晨低头缩了缩肩膀，把母亲的包袱往上掂了掂，混进最后一批衣衫褴褛的杂役里。抬头的外门执事姓李，是个瘦高个中年人，腰间挂着刻满火焰纹的玉牌，扫过他手掌时，鼻孔里轻轻哼了声，掌纹混乱，灵根驳杂，丙字对灵田区。系统推演眼在视网膜上亮起，金色流光扫过李长老丹田，金丹中期，烈阳焚天诀大成，火毒淤积73%，丹田壁膜出现3道裂痕，与苏明轩症状同源。苏晨垂眸藏起眼中金光，忽然瞥见队伍里有个戴斗笠的少女，斗笠边缘破了个洞，露出半截苍白的下巴，腰间挂着枚血色枫叶玉佩，正是那日血煞殿追兵的标识。灵田区在山背一面20亩梯田里种着半人高的青木蕨，叶片却蔫黄卷曲，泥土里爬满细小的银灰色蚂蚁。负责看管的老杂役咳嗽着指点，每日卯时浇水，酉时除草，若能让灵蕨抽新芽，便可升为外门侍童。
话没说完，便被旁边的年轻杂役拽走，低声嘀咕：丙字队的林田早被石木椅啃穿了根，去年死了3个杂役，都是累死的。苏晨蹲下身，指尖捏住一片蕨叶，腐臭味混着潮气钻进鼻腔。推眼眼自动解析：虫害，2阶石木椅，起因是木，巢穴位于地下3尺，以灵蕨根部灵气为食。灵蕨特性需以木灵气灌溉，耐阴畏寒。他忽然想起从苏明轩处掠夺的烈阳蕨残篇，指尖无意识地划过掌心，若用烈阳蕨的阳气驱赶地底下的蚂蚁，再用青木蕨修复灵根，或许。深夜，母亲在杂役房的大通铺上昏睡，苏晨揣着半块偷来的灵玉，摸黑溜进灵田。月光给梯田镀了层银边，他蹲在田埂边，指尖凝聚青红双色灵气，这是改良后的青木烈阳蕨，火灵如细沙裹住木灵，像炭火上飘着片新叶。当灵气渗入泥土的瞬间，地下传来密集的沙沙声，无数银灰色蚂蚁爬出地面，在月光下泛着金属光泽。苏晨咬牙加大灵气输出，火灵化作暖光扫过田垄，木灵则顺着蕨根往上攀爬，蔫黄的叶片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舒展，叶间凝出晶莹的灵气露珠。10里外的执事房里，李长老正在运转功法压制火毒，腰间的传讯玉简突然嗡地发亮，屏显上跳动着刺眼的数字：丙字对灵田灵气浓度37%，前日数据5%。他猛地睁眼，玉简啪地摔在桌上，不可能，杂灵根怎么可能聚灵？灵田里，苏晨看着指尖逐渐变淡的灵光，发现系统界面的因果值竟增加了5点，原来改善灵田状况也算改变他人命运。他刚要起身，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斗笠轻响，戴斗笠的少女不知何时站在田埂上，斗笠阴影里，一双眼睛像淬了冰的琉璃。你用的是血煞殿的阴火术。苏晨浑身肌肉绷紧，却听见系统界面毫无警示，这说明对方没有立即敌意。他故意将掌心的青红灵气隐去，装出惊慌的样子。大姐说什么？我只是看灵蕨快死了，想试试家里传的土法子。少女盯着他的眼睛，忽然转身离去，斗笠边缘的破洞闪过一抹血色。苏晨弯腰捡起他掉落的帕子，上面绣着半片枫叶，针脚细密如皱纹，和血煞殿追兵的玉佩纹路一模一样。系统推演眼突然标注关键因果人物顾清雪，关联度23%，危险等级中。夜风掠过灵田，新生的蕨叶沙沙作响。苏晨摸了摸胸前的玉佩，那里还刻着母亲偷偷塞给他的昵字。远处李长老的脚步声正顺着石径传来，薛笛碾碎枯叶的声音，像极了那日在苏家演武场苏明轩踩碎他肋骨时的响动。